我没死。那傻子又开始发疯了，闹完了就消停。水，来人！里面又在叫了，怕是真烧糊涂了。可万一死了，咱们担不起啊！进去看看吧。喊什么？给我倒点水。自己爬起来喝。这不是我的脸，我竟穿到了余家傻子三小姐身上。不是还病着吗？怎么就起身了？老夫人莫慌，四小姐一亲在即，小姐安静些也是好事。祖母，我是婉之。老夫人，小姐她说话了。大夫说了，是那一摔的淤血叫高热烧尽了。三小姐好了，你四妹妹过几日要去大昭寺祈福，你也一道去散散心。大昭寺，祖母带她做什么？她病殃殃的，回头又吓着别人。唐儿，不许胡闹！我去。大昭寺是我死的地方，我得去查清楚。这一次，我不会再让任何人害死我。大昭寺，噩梦开始的地方。小姐，前头出殡！谁家在出殡？说是家中禁贼被宋夫人撞劫灭口了。这位宋夫人死的时候还不到20呢。是哪位宋夫人？就是那位状元郎宋大人的夫人呀。小姐你怎么了？脸色好白。小姐，我出去看看。这一切都是咎由自取。刚刚棺材掉了，宋大人扑上去抱着棺材哭得可惨了，看来是和宋夫人感情极好。那贼人呢？啊，听说供认不讳，判了斩监后，宋家可还有其他人遇害？只死了宋夫人，真可怜。同寝3载，我竟没看清枕边人，我于婉之被你宋清时害得好惨。小姐小心，怕是早上出殡那事吓着了。江婉之死在这座寺里，等我查清楚，我会和你们一一清算。您在瞧什么？没什么，只是看到了有趣的东西。我只是觉得，能看见自己出殡的，覆天之下，大概只有我一人。就是这里。迷香，假僧人，江婉之啊江婉之，原来你早就入了这死局。宋清时到底为什么值得你步步皆是杀招？个中缘由，或许只有和我从小一起长大的丫鬟彩萍知道。可是你在哪儿呢？施主留步，此处非剑客之地。师傅莫怪，我寻人迷了路。一位曾赐我药材的师傅，宽耳阔鼻，眉间有2颗痣，约30来岁。从未见过。僧人进寺需登记造册，贫僧便是造册人。你在此时回京可不算好时候。扶松未谢，怎么就不是好时候？我看这趟浑水你是搅定了。方才是何人闯入？一位迷路的女香客吧。小姐，你怎么到处乱跑？万一有个好歹，夫人不得扒了我的皮？说完了吗？佛门清净之地，我若在此责骂你们，岂不是让人说我张狂？假僧上登记造册没有记录，这不是巧合。有人早就想让我死了，你说
要是我查出是谁在背后算计我，该怎么谢人家才好？身边无一人可信，怎么办呀？小姐现在可不一样了。你不如去问问他，从前苛待他要如何处置？乱棍打死，还是发卖出铺？一个傻子，清醒过来，真的有那么大的变化？春文心思太深，留不得。今天出殡可晦气了，祖母您都不知道。唐丫头这是对许家公子不满意？许公子人是不错，可到底出身还是低了些。许少言如今在翰林院做修记，升迁只是时日问题，配他倒也不算委屈你。那三姐呢？三姐不是还定了门好亲事吗？凭什么我就得将就？我定过亲吗？怎么在那儿坐着？到祖母这儿来。婉之也是有婚约的，从前你病着就搁置了。对方是不是死了，或者有隐疾？那孩子可是谪仙人，只是天师一门无婚嫁，这婚约怕是做不得数了。天师无婚嫁，那三姐不是白定了门好亲事，我反倒要低价，凭什么？唉，余家如今已不是老太爷在的时候了。那我这桩亲事若是做不得数，我是不是就嫁不出去了？天师无婚嫁，婚约做不了数，那正好，我也不想再嫁人。汴京何时有这等角色？于景安旁边那个是谁？沈让尘，你快看！不认识。小仙仙，你先进去，我去见个故人。我二哥对你倒是上心。看不出来啊，景安兄家中已有夫人，却还带2个美人出来游夜河。你少喝些，那是我三妹和四妹。若我没记错，那位三小姐和你有婚约吧？是有这回事。可你从前不是要退婚吗？那位三小姐病好了，如今年方20，你总不能让她等一辈子吧？退了便是。她也不小了，不过凭她那模样，倒也不愁嫁。以貌取人，能成什么好姻缘？退了正好，我的事情还有很多，我得找到中仆彩萍，爱我的父母，还要复仇。这余府里的安杂事也不少，但我不怕这些。二哥，刚才那个船上是谁？定国公府沈让尘。三姐的病好的真是时候。四妹说什么？风大没听清。三姐，刚刚听二哥说，那位黑衣公子就是和你有婚约的二公子沈让尘。是，但他很快就要退婚了。二哥，那是哪儿？中宝大街，乐意斋就在那儿。你小时候最爱吃熏鸭，我能去吗？没见识。他方才看我的那一眼，不像傻子。漏水了，快来人救火呀！公子不好了，隔壁船的火势太大，要蔓延过来了。公子，船走不了了，踩着别的船走。快走！我会求水，但不能被于景亭知道。疯女人！快救人！我刚调任巡检司，出事了，我担不起。你三姐呢？他没站稳，把我拽下去的，我不知道。他们过来找我了，不能让他们发现我会失水。婉之，你在哪儿？救命！
自己会求水，却把妹妹拉下水，好恶毒的女人！我刚说以貌取人不可取，这回我占理。他方才在演。今日小姐落水，没护好主子，就是你们的错。你家小姐落水时，你可在身旁？奴婢在的。四小姐动作太快了，奴婢没来得及。你这贱婢，分明是他于婉之拉我下水，你们是不是早就串好了供？你们说，到底是谁拉谁下水？来人，将这丫鬟拉下去，杖责20。等等，二哥能随我进来一下吗？二哥不是要证据吗？四妹看着柔弱，手劲着实不小。二哥若还不信，可以叫他进来比对一下指印大小。我脖子上还有抓伤，二哥要看吗？于锦堂，你给我进来！你来告诉我，这是什么？谁知道是不是他自己抓的？是我抓的没错，可他拉我下水，我不会求水，自然要抓着他不放。我就是不喜欢他，凭什么他有一段好姻缘？走吧，就这么算了。那你觉得我该怎么做？当然是给他2巴掌，心里舒坦呀。扇2耳光算什么舒坦？留一线余地，才有他加倍还我的时候。留一线余地。小姐，药凉了。你不会求水，那昨夜你跳下来做什么？我当时就是着急，万一小姐有个好歹。坐吧，仰头看你脖子酸。小姐，你是不是准备处置我了？从前我待你不好，我经常骂你，还打过你，但我也没敢用力。小姐身上太容易起印子了。你往后可以跟着我，但我不要无用的。我有用的，我可以好好伺候小姐，再也不凶你了。伺候人的活是个丫鬟都会，我为什么非要留你？我比其他丫鬟力气大些。你为人老实，这算优点，也是缺点。我听不大懂。在这深宅大院里，让人一下就摸清你的底，你会任人拿捏。你既跟着我，从今往后管住你这张嘴，不该说的不要说。那什么是不该说的？多听多看，少说话。我7岁就被卖到余家了，别的丫鬟都有主子赐名，就我没有，他们都叫我坠儿，累赘的坠。你既跟了我，那我给你赐名，就叫坠云吧。坠云，我喜欢这个名字。彩萍。什么？这白事怎么撤得这么急？按理说白事要挂7期49天，可下个月就是万寿节，不能冲撞了皇上。死了人也能避开。是宫里的规矩，红白喜事都得从简避让。去中宝街乐意斋买1碟熏鸭带回府。小姐，前面就是乐意斋，熏鸭刚出炉，香气老远就能闻到。几年未见，朕瞧你性子收敛了不少。年少时少不更事，如今没了师傅庇护，只能收敛些，省得惹了事无人收拾。性子收敛了好，朕将他们交给你也放心。臣不过顶着家师名后混日子，皇上信得过，便是臣的荣幸。二公子，宜妃娘娘有请。你回京也有数日了，天师之徒要见你一面可不容易。归都不觐见皇上，先见娘娘，不合规矩。你此次归都，父亲那儿怎么说？你觉得呢？他还能说什么？子女心愿哪有家族兴衰重要？只要还没榨干你，他就不会放弃。只可惜他打错了算盘，以为我能诞下个一儿半女保他沈氏不衰，谁知我是个不会下蛋的母鸡。长姐切莫！你当我不知这宫里的人背地里是怎么说我的？日子就这么凑合着过吧，我早已看淡了。我久不归都，查南亚街上开了不少新铺子，我买了些小玩意儿送进宫里给长姐解密。我在宫里什么都不缺。我知道，你喜欢就留着，不喜欢就打发给下人。长姐，时候不早，我该出宫了。让臣，你此次归都到底为了什么？山中多寂寥，待内了罢了。你少来诓我，是不是家里发生了什么事？归都是我本意，并没有其他事。你不说我也知道，如今储位空虚，正是风云变幻的时候。娘娘慎言。
当初你拜张天师为师，既已摘出去，你如今又何必回来趟这浑水？你只管在宫里安心住着，这浑水还落不到你头上来。可我是沈家人，真有事我又岂能独善其身？我说能，那就是你。沈让臣身无官职，这架子端的倒是比谁都大。稍安勿躁，毕竟是皇上三请归都的人，有些架子也实属正常。公子这边请。二公子大驾光临，我们能请到二公子，真是三生有幸呢。哪敢说请，原本也要设宴邀请诸位，没曾想让几位大人赶在了先头。那可真是想到一块儿去了。万寿节之后又逢年关，二公子这是要留京了吧？暂无离京的计划，往后行走汴京就要倚仗诸位大人。这个沈让臣半分不露声色，倒不是个好打发的。天师高徒哪能是好打发的人？公子，方才马车里坐的是余家三小姐，你怎么知道？牵着帘子呢。金水和失火那夜见过，我看她像是在追赶什么人。小姐，咱们这是要跟谁？别跟太近。小姐，你带我来，该不会是为了捉奸吧？多听多看，少说话。你还舍得来？我还当你忘了还有我这么个人呢。我的心肝儿，我怎么舍得忘了你？家里那个看得太紧，出门都不方便。前些日子府中不是办丧事呢吗？走不开呀。宋府的护卫贪财又好色，今日一跟，果然在外面有个相好。看这是什么？好东西啊，哪来的？宋府夫人的，我都没给家里那个，专程给你留着。死人的东西你也给我？你瞧那古玩不都是死人用过的东西？你喜欢就用，不喜欢拿去当了换钱。大嫂，能不能麻烦你扶我一下？进我屋里坐会儿吧，只是我这屋里简陋得很。不妨事的，那就叨扰了。大嫂头上这簪子可真是别致，大哥对大嫂真好，竟舍得买这样的簪子。他哪买得起啊？是做工那家的东家赏的，倒是个大方的东家。唉，宋夫人年纪轻轻就，也是个可怜人。护卫夜里不用值夜的吗？我男人那夜不在宋府，好像是那日东家让他出门办什么差事。护卫出门办事，家里就遭了贼，真巧。我成日关在府上，倒还不如大嫂这样自在。说起来，我府上有个下人，都准备休妻了，却叫他媳妇儿拿住了什么把柄，可见这夫妻啊，也是同床异梦，可不是吗？今日多谢大嫂收留。小姐，你方才跟那大嫂说那么多，到底想打听什么？宋府的下人，一个贪财又好色的护卫，想让人开口，总得先找到他的软肋。杨顺，宋府的护卫，贪财好色，还有把柄落在我手里。宋府的人总会开口，可见这夫妻啊，也是同床异梦。把柄。你前日风寒大好了，可别传了病气给祖母。已经好了，祖母放心。祖母，我去看看是不是三姐姐回来了。三姐姐回来了。回四小姐，是，三小姐刚从外面回来。少爷，你这几日跟着三小姐都去了哪些地方？回少爷，三小姐转了中宝大街、长南大街，逛了些铺子，还下了几次馆子，小姐可高兴了。汴京遍地权贵，三小姐人生地不熟，也别让她轻撞。小的明白。你去过了吗？给婉芝道歉了没？你错了就是错，婉芝不追究，但道歉是必须的。行了行了，我今晚就去，行了吧？那我先回去了，这事我没让父亲母亲知道，你也别说漏了嘴，他们操心。知道了知道了。小姐，车夫那边传了话，少爷问过他话了。他怎么说的？按小姐教的，说了您只是逛街下馆子。二哥开始留意我了，也好，一步一步来，不着急。四妹妹来找我是有事吗？我来道歉。看四妹妹这架势，倒像是要让我跪着挺似的。那夜我不小心拉你下水，抱歉。无心之失，四妹妹为什么道歉，倒叫我不大明白了。那夜我冤枉了你，今日我跟你道歉。四妹妹好凶啊！你这态度到底是在道歉还是责骂我？
你到底想怎样？四妹妹，我现在可不是傻子，能由着人欺负。你那套小姐脾气在下人面前耍耍可以，别耍到我跟前。道歉得有道歉的态度。这样，给咱四小姐倒杯茶，她要好生同我道个歉。四小姐，三姐，那日是我的错，抱歉。这才对嘛，都是自家姐妹，何必闹得那么难看？四妹妹，大家好好过自己的日子，不好吗？四小姐往后怕是更加记恨了。我要她怕我，若是让她觉得我好欺负，那她过路都得顺便踩我一脚。四小姐，让你办的事有眉目了？没有，三小姐防我防得紧，那就是什么也没看听到了。四小姐，奴婢愿意伺候你，做牛做马。她鱼碗珠都不用的人给我用，滚！吃里扒外的东西。小姐，那春文该怎么处置？先不急，让他再蹦跶几日，等到他觉得自己安全了，再收拾。小姐，杨顺这段时间去的勤，怕是刘寡妇那边闹出什么动静了。你且去喝茶，5时再来接我。春文那边要不要奴婢去盯着？不用，他翻不出什么浪来。倒是杨顺那边，刘寡妇是个突破口，只要他心里有了想法，杨顺那边就迟早会出事。方才上楼那位姑娘是谁？我的爷，那是余家三小姐，每次都是要那个雅间。余家三小姐，她总来这儿做什么？小的也不知道，就是看人长得好看，多留意了几眼。那是余家的三小姐，把你这双眼珠子看紧了，那可是我兄弟的人，不该看的别看。他们来光喝茶都不说话的。东家，当初是您说墙一定要厚，隔音一定要好。那你今夜就给我拆了，能多薄就多薄。还有，去国公府传个信，让沈阳城过来一趟。小姐，咱们为什么总绕不开宋家？大概是因为我与宋夫人有缘，她托梦于我，说她死得蹊跷，请我替她讨个公道。别看了，人都走远了。小姐，我好像胖了。快赶上一扇门宽了，正好替你小姐我挡挡风。三小姐好巧。快坐！你猜我刚看见谁了？于三小姐。你怎么知道？你找我来是为了她？差点忘了，我是想问你，皇上给你安排了个什么差事？詹氏府詹氏。府君位置悬空，这不是拿你做主吗？那些皇子不得想方设法的向你靠拢？皇上这是在想什么？皇上经历过夺嫡之乱，如今把我放在詹氏的位置，是将我当做了靶子。谁要是暗地里拉拢我，那就是其心可诛。原来如此，可是那不还是拿你做局吗？小姐，您在看什么？没什么，只是想起一句话：山不让尘，川不辞饮。小姐，出事了！100两，一个铜板都不能少。我跟了你4年，连100两都不值。那簪子可是死人的东西。100两，这是要我命！我现在有你的身孕了，不给我就抱着孩子上宋府，请宋大人给我做主。你敢？你看我敢不敢？心肝儿，你让我想想。小姐，出事了！什么时候的事？就个把时辰前，他晚上去了刘寡妇那儿，没一会儿就吵起来，后来安静了。我以为他们歇下了，正准备走，就看见杨顺背着个大包袱出门，直接扔进那河里。捞上来了。捞上来一个人。去医馆。人还活着，我救起来时候还有气。你做得很好，今夜辛苦，先去换身衣裳，当心风寒。谢小姐关心，我先去请大夫过来。大嫂，您没事吧？致命伤在脑后，落水倒是无大碍，只是不知道能不能醒过来。只管治，不必另系药材，其余不用操心。坠儿，咱们先回去吧。是，小姐。来得真快。于小姐，原来是二公子，上次一别，许久未见了。三小姐为何深夜在此？身体不适，来医馆看病。堂堂于府三小姐，何至于看病还需亲自上医馆？二公子有所不知，得宠和不得宠的可不是一个待遇。我还以为三小姐雅兴，想要雨夜去金水河里游一整。二公子什么意思？我怎么听不懂呢？
再装可就没意思了。这么大的雨，三小姐出来看一次病也不容易，不知犯了什么病。二公子是关心我，还是在盘问我？你想当什么就是什么。那我就当是关心了，只是腹痛而已，不敢耽搁二公子，还请先行。深夜行走不安全，三小姐可看见什么人？雨夜难行，即便看见了也没注意，唯一注意到的就只有二公子。刑部丢了个要犯，安利盘查，还请三小姐如实回答。听说您去了詹氏府，怎么管起了刑部的事？涉及的案子碰巧与我有些关联。今日城里不太平，三小姐夜里还是不要出门了好。早知道就不出门了，可病来如山倒，不由人啊。夜里不安全，我送三小姐回去。怎敢劳烦二公子？您追逃犯才是要事。不急，若遇见逃犯，也好有个照应。这二公子好像知道点什么。他都知道，知道我不该在这里，知道我在撒谎，他不好对付。就送到这儿吧。为何？我与二公子虽有婚约，但这婚约成否，大家心里有数。三小姐，今夜金水河里死了人，往后还是不要再去疏水了。小姐，那刘寡妇的事儿会不会被二公子查出来？他不相信我，送我回来是为了盯着我，所以我们要在他查到更多之前，把事情做完。公子，查了，那家医馆里一共3个人，一个大夫，一个药童，还有一个昏迷妇人。那个女人是我们要找的人吗？不是。腹痛不止，却从城西跑到城南就医，她好能扛啊！公子是说三小姐有问题？那家医馆里有她要的东西，或者是人，要不把人绑回来，上些手段，不怕他不着。不必，先不要打草惊蛇。可是，公子为何如此关注那位三小姐？直觉，派人盯着那家医馆，这个三小姐不简单。咦，怎么你还是穿着昨儿那一身衣裳？昨日淋了雨，天太潮，衣裳干得慢，料子金贵又不能烤，所以先穿着旧的。婉之回来已有月游，你这个做母亲的竟没叫裁缝上门裁衣？无妨的，四妹和我身量差不多，明年再裁便是了。怎么连首饰都不戴？祖母，我把首饰当了。你堂堂余府三小姐，竟沦落到当首饰为生？马生，你当首饰做什么？出门玩要花银子，我刚回来也不好找母亲拿，就……家中小姐少爷都有月银，你的呢？母亲，我没领到月银呀，定然是哪个下人中饱私囊，在中间克扣我的银子。都是余家的女儿，不能厚此薄彼。从前婉之在庄子上也用不着，就没有。不要责怪母亲，母亲定然是为我好，替我攒着，不至于落到下人手里。谢谢祖母。祖母，母亲她是不是不太喜欢我？别瞎想，母亲怎么会不喜欢自己的孩子？看看脸都哭花了。来，祖母您吃橘子。好了，时辰不早了，你先回去吧。好的，祖母。小姐，您今日穿旧衣去请安，是故意的吧？春文跟着锦堂去了，林氏也在试探我。这府里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，不过也好，乱起来才有机会。怎么样？我一早就去了城西，小姐猜的没错，二公子果然派人去盘问过了。好在大夫顺着小姐的话说腹痛，应该已经打消怀疑了。恐怕不然。既然已经被盯上了，那就见招拆招。你今日让人去宋府给杨顺送个东西，记住别自己出面。好的，小姐。有话直说。大夫说三小姐的腹痛是女子月事腹痛。从城西跑到城南来看病，就合理了。那个大夫正是善女科，我们也查过留底，都是散寒补气的方子。是今日查的吧？昨夜手底下人查落了。这个三小姐真是滴水不漏啊。三小姐这边还继续跟吗？留一个人盯着，先把手里的事办了。
季白什么时候回来？上一次消息是从康宁传回来的，想必就这2日了。这个三小姐，每一步都算得刚刚好。昨夜有人来盘问过了，那位公子的人问得很细，你怎么说的？按小姐吩咐的，说是月氏腹痛。那就好，若再有人来问，你便如此说就行。昨夜金水河里死了人，与你无关，你只管治病。他醒了就让人来于府传话，旁的不要多说。二公子的人还在盯着吗？在看，不过没关系，他查到的都是我想让他查到的。杨顺那儿应该也收到东西了。教你今夜喝茶，要是虚实金水河边你不乐意去，那就明日未时去杨柳街的娄子县。他知道，他什么都知道。你大白天在这儿发什么呆？没什么，我去趟门房，有点事儿。杨哥，别担心，不过是个相好的罢了，嫂子不会知道的。送东西来的人还说了什么？就说了时间和地点，旁的没有。杨护甲，忙呢。杨护甲还是赶紧进来吧，我家小姐可没什么耐性等人。杨护眼，坐。刘寡妇家倒像是遭了贼的样子。杨护眼，你怎么没来得及打扫呢？你人倒是不傻，杀人之前怎么不想想后果？小姐饶了我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就是想找我的东西，他来拦我，我就随手推了他一把。不过这事儿说来也好办，以后我就是小姐的狗，小姐让我办什么我就办什么。宋夫人是怎么死的？宋夫人的死，顺天府已经判了，是盗贼入室行窃，被宋夫人撞见之后杀了人。那夜你在何处？那日下午，宋大人让我去安全送茶，安全县令是他同窗，我是下午动身，第2天晚上回来，就听说夫人死了。那我问你，宋夫人身边那个陪嫁丫鬟彩婷又去了哪？宋府对外说的是给了卖身证，放人回老家去了，但其实是那丫鬟偷了夫人的东西跑了。胡扯！小的不敢胡扯，宋夫人好多物件都没了，不然我也不敢浑水摸鱼拿夫人的东西。彩萍8岁就跟我了，她不可能偷东西，绝不可能。你将那几日前后的事细细讲来，别漏了。出事前几日，夫人去大昭寺上香，回来后就和大人闹起了矛盾。你不知道出了什么事？知道，就是夫人都死了，在人背后说闲话要遭报应的。杀人用不用遭报应？老夫人去上香，在大昭寺撞见夫人与僧人相好，把人绑了回来关进柴房。那几日宋府还有什么别的异常？好像有。说。夫人去上香的前几日，宋大人下朝回府发了好大的火。因何发火？好像是大人发现书房的东西被人动过，把进出院子的下人都叫来盘问，最后也没弄清楚是谁动的。后来大人就把书房上了锁。你走吧，不该说的话不要往外说。我前些日子让你打听的事，有消息回来吗？川莲，别动，刀剑无眼。女侠想必不是劫色，那就是求财了。银子在马车的坐垫下，姑娘请自取，只是不要伤人。你倒是镇定。姑娘谬赞，你这刀我还是很怕的。我既不劫色，也为求财。我找人，我要找你从金水河里捞起来的人。城西的福源医馆，姑娘只管去带人就是。别耍花招，你当我不知道那里都是沈让臣的人？那可怎么办呢？姑娘要找人，不去一趟怎么行？你将人给我带回来，那恐怕不行。姑娘略显急躁了，我的意思是人还没醒，轻易挪动不得。不过你要是死活不论，那我倒是可以给你带过来。你带我去，到时候你引开沈让臣的人，我进去看。别想耍什么花招，你一个大家闺秀，即便跳车逃跑，我也能片刻就追上你。那若是我大喊救命呢？你可以试试看，前面拐个弯就到了。只是我有些好奇，姑娘大张旗鼓的找一个寡妇做什么？寡妇？没错，我的车夫从金水河里救上来的就是个寡妇。哼，想用这招来唬我？
你掳走我，反倒是拖住了你自己。不如放了我，你自己逃跑。你当我傻？放了你，他们就再无间，可用剑围杀我。我有办法，前面右拐就是吏部郎中宋其实的府邸。沈让臣的人不敢无令潜入朝廷命官的府邸，谁知道是不是你的陷阱？这一路都是你选的路。他们没敢进来，动静太大了，能打开吗？巡逻的下人快来了，快点！你脚不疼了？你不问还好，一问就疼。密道呢？哪来的密道？你带我进来不是找密道逃脱，我带你进来躲追兵，顺便办我自己的事儿，两全其美。感情你早就打好了算盘，我可没有那么算无一气，顺势而为罢了。你对宋府很熟悉，还行。走吧。走不了，他们一定已经把宋府团团围住了。我还当这里有密道，没想到是你诓我。没有密道我也能带你出去，只要你听我的。天亮后杨顺会想办法带你混出去，沈让臣应该不想把事情闹大，只要他不是五步一人死守宋宅，你就一定能出去。那你呢？你想把我一个人丢在这里偷偷逃跑，再叫沈让臣来抓我？我要是不走，就给了沈让臣搜府的理由。未婚妻被贼人劫持入宋府，这个理由够不够？你是沈让臣的未婚妻？没错，你既是沈让臣的未婚妻，为何要帮我？同是天涯沦落人，谁让他盯我盯得那么紧呢？你救上来的真的是个寡妇，就是要带你出府的护院的姘头。他以为人已经死了，被我拿住了把柄，否则你以为他为何要听我的？狡诈的女人，我就当你夸我聪明，我的底牌都亮给你看了，你不用再防着我了吧？我要找人，金水河那夜死了人，但不论死了还是活着，人都不在我手里。若真是我带走了你们要的人，沈让臣又怎会把人丢在医馆？如果人不在你那里，沈让臣何须费心盯着你？或许就是为了今日拿你。你今夜助我逃脱，就不怕我是什么大奸大恶之人，以助纣为虐？你不会天真的以为我是什么高风练劫之人吧？拦我的即是敌人，帮我的就是朋友。那你为何帮我？因为你今夜也算帮了我一个小忙，况且你没对我的丫鬟和车夫下死手，就不会是什么大奸大恶之人。我与沈让臣有婚约，但你兴许不知道，我已年近20，还未婚配。我知道，沈让臣师从张天师，天师一门无混家，他不会娶妻，所以我才耽搁到了现在。你要找什么人？我找我师兄，那夜行不丢的要犯是你师兄，他受了重刑，我们在金水河被追兵追赶时走散了。我知道你在打什么主意，不过你要是能帮我找到我师兄，这些秘密告诉你也无妨。我喜欢聪明人，沈让臣聪明绝顶，你怎么不喜欢他，却要跟他对着干？是他先与我对着干。我得走了，你就不怕我坑你？不怕，你要是敢坑我，就祈祷我能死得透透的，否则但凡我能活下去，你就没有好日子过。你是不是在想，此处无人，你大可先将我杀了，再嫁祸到那个人头上，这可不是个好主意。否则我的朋友会立刻杀了你媳妇儿、孩子还有父母。不敢不敢，小姐，就快到了。小姐，请。进去多久了？有半个多时辰了。这么巧，三小姐？不巧，二公子专程为我而来。那人呢？他挟持我进了宋府，又将我扔了出来，人应当还在里面。二公子差人搜就是了。他将你扔出来，倒让我没有合适的理由搜府了。不如我再将你扔进去。那我身体不适，恐怕没有那个精力继续陪二公子玩。三小姐休息够了吧？还是准备在此坐到天亮？上来。劳烦二公子派人寻一下我的车夫和丫鬟。三小姐这是在找我帮忙，还是求我？既不是求也不是帮，我是在让你善后。二公子拿我做局套我进来，我没讹你就算便宜了。傻了14年的人，醒来就老谋深算。三小姐当真是两个极端。哼，那也比不上二公子诡计多端，总得把从前没用的脑子用回来，不是吗？你的丫鬟和车夫没事，已送回余府了。那再劳烦送我去一趟医馆。这么晚还要去医馆？
医馆里究竟藏了什么？再不治，我这腿可就废了。废了也好，省得到处跑，让令兄到处找你。沈让尘，在到处找我，他知道我被劫持了吗？不知道，路上碰到他带人出来寻你，我给搪塞过去了。怎么搪塞的？我说人我带走了。看着是个超逸薄尘的仙人，实际上是一肚子坏水的坏胚。公子到了，将大夫请出来吧。他不宜挪动，就在马车上看诊。想来你的腿也走不了，须得有人将你抱进去。很可惜，我不太想做那个人。那二公子替我分一个俊俏英武的护卫，我也十分乐意。我瞧他就不错。谭风，没听见三小姐的话。公子，我还没娶过媳妇儿呢。老朽诊了不少病人，看得出小姐是个性子坚韧的人。看病还能看出性子坚韧？能忍人所不能忍，即为韧。这脚伤便是汉子也疼得哼去，小姐却一声未吭。小姐，你没事吧？你尽可再大声些，把府里所有人都吵起来再说。被劫持的事，你没说漏嘴吧？没有，二公子的人交代过，只说带走了人。二公爷可真好心。你们俩嘀嘀咕咕打什么暗语呢？闺阁女子深夜在外游荡，整个汴东城找得出第二个。你是余家小姐，不是任人说带走就带走的戏子歌女。兄长教训的是，婉之以后定当痛改前非。余大人，二公子有什么话还望赐教。令妹受了伤，大夫叮嘱切勿下地走动。余大人再训下去，令妹的腿恐怕就不能用了。我先回去，明日再说。多谢。二公子留步。二公子与舍妹有婚约，今夜冒犯一问，二公子搭救舍妹，可是对舍妹有什么？没什么。那婚约之事，二公子预备如何处置？我会退婚。母亲，我要退婚。你要退婚，可是为了什么人？我退婚是因我无心娶妻，与旁人无关。你少拿话搪塞我。我问你，你昨夜是不是带了个姑娘回来？又是找大夫，又是送人回家，退婚是不是为了她？昨夜只是偶遇，伸手搭救罢了。母亲还是先谈退婚的事。说起退婚，余家人都不急，我们急什么？我们先开口，不知情的只会说你拖累姑娘到20岁。母亲，此事我心意已决。我就不去，我跟他们磨，看谁沉得住气。母亲若不去，我便自己去退婚。你拿捏我，你竟敢拿捏你母亲！儿子不敢。你常年在外，怕是不知道汴京城的规矩，名声比命都大。我不为名声而活。你倒是有骨气。退婚的事，就劳母亲费心了。我明日就让人去余家递帖子。多谢母亲。沈让尘，你可想好了？退婚容易，往后要是后悔了，可没处买后悔药去。咱们两家婚约的事，便作罢了。夫人，这是何意？既已退婚，这些就算给三姑娘的添妆。我国公府也算没亏待人，将那丫头唤出来看看。退婚的事还是要让她知晓才行。可不巧，婉之前几日崴了脚，如今还不能下地走动。崴了脚，何时崴的？5日前。她一个丫头，哪能劳烦夫人亲自去看她？无妨，我正好也该看看她。婉之见过国公夫人。你认得我？未曾见过。听闻国公夫人今日上门退婚，见夫人气度不凡，当是国公夫人没错了。你喜欢读书？从前懈怠太多，如今是在亡羊补牢。你读荀子，平日里都看这类的书？各类杂书都读一些。听说你崴了脚，好的差不多了。碰巧我也略懂些医术，你将大夫方子拿给我，我替你斟酌斟酌。不错，是个好方子。国公夫人是来退婚的，你倒好，一句软话都没说。回头外人说起来，只当我们余家不识抬举。母亲教训的是，只是退婚的事原本就是两家商量好的。三姐，稀客，四妹妹来我这里做什么？听说国公夫人来退婚了，
我来安慰你。听说国公夫人放下东西就走了，三姐，你往后想再找一门好婚事，怕是难了。四妹妹，我知道你打什么主意，我今日心情上佳，奉劝你一句，不要没事找事。你少来唬我，难不成我还怕你？炸毛的雀，小翅膀扇不起风浪。于锦堂果真找你了。四小姐找我询问小姐近日的行踪，我按小姐的吩咐拿了银子，又透露一些无关紧要的消息。于锦堂出手倒是不小，于锦堂比我出得起价钱，你何不倒戈？小的没那么傻。四小姐肯出银子，是因为我能留在小姐身边，只有跟着小姐做事，才是我的出路。你好聪明啊！似你这般的，收买都懒得找你。还有一事，小姐让我打听的信州江家的消息，镖局那边人还没回来，还需等些时日。这银子你既收了就拿着，怎么安排你自己说了算。下去吧。人没事吧？哎，你叫什么名儿？我姓倪，单名一个蝴蝶的蝶。你怎么不问我叫什么？相逢不问名。我叫陆凌九，记住了啊。公子，您不等人先走了，叫我一顿好追。是你太慢了。倪蝶，他骂我，有意思。人还没醒，就睡下去，怕是有损心智。不过昨日他的手动了动，想来是有一点意识了。枕巾还够吗？还剩下一点，再留10两备用。人醒了就让人来迂府传话。东西已经交给了杨顺，他不是贴身伺候的人，放东西得找机会。3日足够了，他不敢拖。陆凌九那边查了吗？查了，淮安王的小儿子，此行是随父进京贺寿。小姐，那小王爷找上门来怎么办？他记不住我的脸，他大概还在想倪蝶是什么意思。小姐，您在看什么？没什么，只是想起了一个人。东家，您早来一会儿就能碰上了，门板按您要求修薄了。哼，算了，下次再来。于三小姐，到底是来看景的，还是来看人的？这几日忙呢吧？你先回房洗漱，去疲乏。我让人在你房中备了饭菜，你用些再歇息。多谢母亲。青石，你是不是在为那件事怨我？没有，母亲莫要多心。那事怪不得我，我确实是看见他衣衫不整躺在那里，旁边又有个……母亲，我说过，此事休要再提。这是他的字迹。薛心，大人，这封信是从东医的夹层里发现的。夫人过世后，衣柜一直没有清理过。他是什么时候写的？应该是夫人去大昭寺的前一日。出门一趟。现在？大人这么晚还要出门呢？您……那封信是谁发现的？是丫鬟收拾冬衣时发现的。大人有什么问题吗？他不该会写这样一封信。你到底想告诉我什么？你怎么好长时间都不来了？你为何没说？这是什么？信上说的有了身孕一事，你为何没说？这封信上写的到底是真是假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！你不要这样写，我害怕。吓到你了，对不起，别怕，过来。
不管有没有身孕，以后会有的。主子，季白夜里回来了。等我下朝后让他来。他还没睡，正吃东西，活像饿了几天几夜。让他现在过来。事办的怎么样？屈仓知府二话不说就把信交给我，我觉得不对劲，如此重要物件交出的太干脆。我假意离开曲仓，暗中折转，在书房寻到余下信件。那公子能赏我个鸡腿吃吗？就是给你准备的。你何时见公子大清早食荤血啊？他会想起来吗？大人，公子，公子，那人是谁？吏部郎中宋青石。吏部郎中啊，哦，他夜里出城倒是顺当。昨晚我亮了国公府的牌子，守卫也不让我入城。哼，人家好歹是五品官。五品官怎么了？我家主子还3品呢。3品的又不是你。都是兄弟，你对我好点不行吗？总爱拿我开涮。谢了，拿我的银子去喝酒的兄弟，这兄弟不做也罢。二位请先行。这宋大官人深夜出城是去哪儿了？车轮上怎么那么多泥？事情就是这样。所以你跟丢了人？马车太快了，没能追上。回来后我特意检查了那马车，车轮上全是泥。我倒未察觉你是个心思缜密的人。小姐，京城内的道路都修得宽阔平坦，哪里会有那么多泥？他出城了。那倒有可能。我家大人每隔7日就要去城外夫人墓地去看一次。这事你怎么之前不说？我一时没想起来。还有没有其他事？不要又告诉我你没想起来。我也不清楚这算不算事儿。就是夫人死后，我家大人和老夫人的关系似乎不大好，府中不让提夫人听到就发火。从前大人待下人温和得很，如今脾气是越发让人摸不透了。宋夫人过世，宋青石的岳父岳母却没有来奔丧，你可知这是为何？这我就不知道了，多半是不方便吧。信州那么远，2两经不起折腾。小姐，我出城一趟，看看宋大人是不是去了宋夫人墓地。主子交代的事我都办妥了，这酒我受之无愧。哎，我的酒！当完差再给他，喝酒无事，晚喝片刻耽误不了你。咱们都等5日了，也没见那女人来，今晚怕是又要白等。今日怎么换了雅间？余家3小姐次次来都用这雅间，我这几日在这雅间里瞧了瞧，你猜怎么着？这个窗户正对着某些大人下朝的必经之路，你猜猜是谁？看来巡检所的差事还不够多，让你闲成这样。街上人那么多，万一人家只是图个热闹。是兄弟，你信我，余3小姐定然是看上了许少言。好奇了吧？好奇了是不是？求我，我就告诉你。我分析了一下，他的那个时间吧，正好是宋青石和许少言下朝路过的时间，他肯定是看上许少言了。那怎么就不会是看上了宋青石？你这是一点紧迫感都没有。他要是看上许少言，我只能说他眼光不怎么样。不过要是看上宋青石，倒还好些。此话怎讲？我看过他电视的文章，很有一番独到的见解。此人不攀附，不结党。他才入仕几年就成了5品郎中，要是没人支撑，能起势那么快？或许是我一叶障目，当初他那篇电视的文章打动了我。怎么了？他们怎么这个时候来了？万一今晚和罗琦打起来，不行，我得告诉二公子一声。车辙印倒是有，只是不像新的。从汴京城内到宋夫人门第，路途平坦，不会沾上你。那就说明宋青石昨夜并没有去宋夫人墓地，而是去了别的地方。那就再引蛇出洞一次。不用，等到时间让杨顺去。况且宋青石护卫薛兴功夫不错，凭咱们是没法跟踪的。公子，进。我看到余家3小姐她们上楼了。我故意让人拆了方便厅墙角，你今儿可算撞上大运了。他认识你，你去提醒一声，最好呢。别动，再动，这剑就不只是贴着你。又是你，哼！你倒是镇定。沈让臣在哪儿？我不知道。我今夜来这吃饭的，你信也好，不信也好，我确实不知道沈让臣在哪。他这几日日日都在醉霄楼宴客，
就在这间雅室。我说真的，我要是知道他在哪儿，我就直接告诉你了，省得你在这儿拿剑对着我。我是真不知道他在哪儿，你把我雅间拆了也找不出人来。那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说了，来吃饭的，不信可以问掌柜，我是不是常来？他不说了吗？他不知道你在哪儿。你最好真的不知道。我骗你做什么？骗你又没好处。你师兄的事，你确定是他杀的？我要杀沈让尘。你要杀沈让尘，当真？千真万确。那太好了，你要杀他，我帮你。几日前国公夫人亲自上门退婚，如今我们可不是夫妻，而是仇敌。负心汉薄情郎，我恨沈让尘实属正常。他说你负心汉薄情郎。如今早过了议亲的年纪，年岁相当的男子都已娶亲，剩下不是歪瓜裂枣，就是身患隐疾。我此生怕是要孤独终老。他还说你有隐疾。天下之大，汴京没有，其他地方还怕找不着？你不懂远嫁的苦，所以我没有骗你。你拿我要挟他，没用。那我杀了他，也算是替你杀了。那我就先谢过了。你拖延时间，你挟持我走，快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楼七，放下剑。二公子救我！三小姐，你入戏太深了吧？你看吧，我就说挟持我没用，他巴不得你杀了我。你杀他一个试试，看我受不受你胁迫。看吧，我说了没用。弄这么薄，会不会太过分了？是挺过分的。原来二公子还有听狠脚的喜好。此人今夜我要护，二公子不如开个条件。我开的条件，你未必出得起。你怎么知道我出不起？10万两。你说对了，我还真出不起。你不要看我，我不好欺负的，我功夫很好，比他们都好，只是没有公子好而已。姐姐，我没骗你吧？我今日落在你们手里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我不杀你，我今日设局不是为了取你性命，而是为了找你拿样东西。东西到手，你们2人随时可以走。我没有你要的东西。刑部恨不得扒了他的皮都没能找着。你说他会将东西藏在哪？你当我真的不敢杀你？看来东西确实不在你手上。三小姐，我卖你个面子，留他一命，如何？这就说完了？你们打半天架，几句话就说完了？楚大人不知道了吧？要是之前没打，后面的话就没法好好说喽。我们接到报官，有人在醉霄楼闹事，例行检查。巡检司是你的地盘，今夜怕是得你的面子才好使。秦薇跟个棒槌似的，谁的面子也不卖。快把人弄醒！小姐，她……嘘，等会儿你们什么话也别说。川莲、坠儿，你俩先躲藏好。你是何人？
要你管？这是我们自己的事。在汴京城内打架，就是巡检书的事。府上惩治丫鬟，你们管不管？不管。夫妻吵架打架，你们管不管？不管。那未婚夫妻吵架，你们管不管？若是没出人命的话，不管。那不就得了？我与二公子原有婚约，此事也勉强能算家事。没错，前阵子国公夫人上门退婚，三小姐就是为了这事儿来的，把人家拖到20才来退婚，这不是白白耽误人吗？快闭嘴吧你！既然是家事，那巡检司不便插手。只是皇上寿诞在即，还请沈大人注意影响。三小姐这张嘴，编起谎话来倒是张口就来。谁说全是谎话了？兴许是半真半假呢。既然如此，那不如改日我在就退婚一事登门之前。大可不必。我们能走了吗？三小姐请自便。你要不要随我走？现在城中巡查很严。行，我跟你走。沈二公子动心了？给我站住！兄长，舍妹顽劣，见笑了，无妨。青石哥哥，我们在这里种一整排芙蓉好不好？芙蓉，媚俗之姿，艳而无骨，上不得台面罢了。你一个闺阁女子，大半夜在醉香楼闹事，你知不知道巡检司的人都找上我了？我是在跟人理论。理论？你跟人理论能理论到巡检司去？景安兄，其实是误会，就是退婚的事儿没谈拢，吵了几句。退婚的事不是已经了结了吗？他那个眼神，是看他兄长，还是宋青石？沈大人，舍妹顽劣，此事一定会给您一个交代。明明是他的人先动的手，你还敢说？你一个闺阁小姐，带着来历不明的人大打出手。还有，他是谁？我新买的丫鬟。来历不明的人你也敢买？来人，把这个丫鬟给我。景安兄，此件事了，夜已深，带三小姐回家吧。多谢沈大人，改日再设宴赔罪。那感情就不深了，那点银子就算了，不提不提。青石，今夜就不便再请你月下手谈了，我们改日再约，无妨。我也先行回府。诸位大人，告辞。他看我们那一眼，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有人要倒大霉。我方才不是还在亲卫面前帮他解围吗？是解围，还是败坏他名声？公子，咱们布局这么久，今夜这事儿当真就这么算了？楼七性情刚烈，逼供对他没用，但他未必不会被于三骗到手。楼七功夫再好，涉世未深，遇上那只狐狸，会被人骗得连渣都不剩。公子，今夜的月亮真好看啊！是啊。或许人都是害怕寂寞。这几日，楼七帮我盯着宋青石，也就早朝的时间能回来吃个饭，算算时间也该回来了。有吃的吗？用内置就行了，这样是一点也不时常。祖母喜欢端庄大方的样式。你对你祖母也耍心眼儿，不如说是为了让老人家开心些。你慢点吃，还有个热汤没上，我待会儿要去祖母那儿请安。我陪你去。你之前在于锦堂面前耍剑，吓得他不轻，你歇着吧。你莫要和你二哥生气，他也是为你好。我心里感谢兄长，是怕醉双楼一事说我泼辣的闲言碎语传到我耳朵里来，我知道的。外面那些人的话你也不要往心里去，你母亲已经在替你议亲了。祖母，我感觉母亲不喜欢我。她喜欢你的，不过一碗水哪能端平呢？手心手背都是肉，可板子落下来时总得拿一面去接。祖母，我昨儿想吃的点心呢？这孩子都快出阁了，还这么嘴馋。正好你也在，我有事要和母亲说，你也一并听一听。母亲请说。婉之的婚事我已在相看了，只是母亲，我已过了议亲的年纪，京中与我年岁相当的大都娶过亲，不如……你知道那就再好不过了。我就是怕你不明白这些道理。我千挑万选看中了一个一表人才，年纪轻轻已是官居五品，今年正好24，比你兄长还小几岁，是个平步青云的料子。只可惜
是个管妇。母亲说的这位，可是吏部的宋郎中。没错。母亲想必只打听了宋郎中的为人，没仔细打听过他那位过世的夫人吧？什么？宋夫人姓姜，名婉之，与我的名字一模一样。宋大人丧妻不久，母亲就将同名的我推上前去，是想膈应宋大人，还是想膈应我呢？我不过是漏了些消息，就令你这般猜忌，你说话未免也太难听了些。我不过说实话而已，若此事真成了，外面的话只会比这难听10倍100倍。母亲，我看不管我做什么都是吃力不讨好，议亲这事儿我做不了了。唉，一家人何必说两家话，母女哪有隔夜的仇？对了，锦堂和许少爷……哎呀，祖母，这事我还没想好呢。你想和我说什么？谁说我想和你说话了？你真不嫁人？不嫁。哼，你现在不嫁，等熬成老姑婆更是嫁不了。于锦堂，你幼不幼稚？你说我幼稚，是你自己的性子不讨人喜欢，反正我也不喜欢你。于锦堂，于锦堂，于锦堂，干嘛？许少言不是良配，要你管？你自己婚事都没个着落，还有闲工夫操心别人的事儿？听着倒是挺有骨气的，希望你能一直这么有骨气。你到底什么意思？你把话说清楚。先喊声三姐来听听。你不喊，我可走了。三姐，这就对了，一家人同我较劲，你也得不到任何好处。哎呀，你快别讲大道理了，快说呀！城北清平医馆，明日下午，你去了就知道了。那日舍妹给两位添麻烦了，我先干为敬，二位请随意。是你太客气了，那夜之事本就是误会一场。对，都怪我这张嘴表达不清，才让提尉误会了，该我给三小姐赔罪才是。砸碎的东西，该赔就得赔，这是从那丫头的月经里扣的。使不得的，使不得！景安兄，你这是要我命啊！这一点意思你收着。不妨事，一件衣裳而已。这银子也不是给你的，是给三小姐的赔礼。先前我败坏了她的名声，她不是再过几日就生辰了吗？舍妹生辰前2日就过了，我记得是11月25啊。那肯定是你记错了，舍妹生辰是11月20。难道真是我记错了？那夜于三确实对楼七说她的生辰在11月25，以于三的聪明，不至于连自己的生辰都记错。少爷，家里出事了！少爷，家里出事了！什么事？是四小姐，她从医馆回来之后，把自己关在房里哭了大半夜，谁叫都不开门。少爷，出大事了！夫人发了好大的脾气，把三小姐给打了。什么？三小姐又把夫人给打了。这会儿老爷已经罚三小姐去跪祖宗牌位了。到底怎么回事？下午四小姐出去一趟，回来就锁在房里哭闹摔东西。夫人去问，丫鬟说是三小姐支四小姐出门的。夫人就去了三小姐院子。母亲打了三妹，打是打了，但三小姐躲了，没太打着。什么叫没太打着？夫人动手的时候，三小姐身边那个会武的丫鬟还手了。母亲如何了？夫人摔了一跤，跌倒了腰下面，已经请了大夫。三妹呢？祠堂里跪着，是老爷亲自下的令。太夫人已经歇下了，没敢惊动，只等明早再处置。清婉，大半夜你出来做什么？摔了怎么办？家里出了大事，我静不下来。父亲让三妹去祠堂罚跪，我觉得这事没那么简单。你别急着兴师问罪，先把事情理清楚再说。锦堂，开门，我是二哥。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，你光哭有什么用？婉之已经在祠堂跪着了，到底出了什么事？你说清楚。父母兄长都在，有什么委屈，自然有人替你做主。三姐对母亲动手了？母亲去替你撑腰，和三妹的丫鬟起了冲突。三妹眼下被父亲罚跪在祠堂，那就让她跪，打顿板子都算轻的。事情因你而起，你说到底怎么回事？骗子，都是骗子！于婉之就是故意的，她自己嫁不出去，看我得了份好姻缘，心中不平，非让我和她一样嫁不出去才好。说清楚。许少言已经有了孩子。你说什么？兄长，许少言已经有了孩子，这事儿是于婉之骗我的，对不对？大夫可得看仔细了，这肚子里怀的可是贵人。
你说谁是贵人？你放心，若真是许少言负了你，我定然让他给你个交代。我现在去祠堂看看三妹。那个丫鬟怀孕这么久了，三妹想必早就知道了。一个闺阁小姐，她又是从哪儿知道的呢？你跪得不诚心，祖宗要生气的。要不是你动手，我何至于大半夜还在这儿跪着？追根究底，我也是为了护你。她是我母亲，即便她打了我，我不能对她动手，但我也没那么傻。有人来了，多半是我哥，你赶紧躲好。母亲摔伤了，已经请了大夫。是我的错，错不在你，是你那个丫鬟的错。她人呢？跑了。许少言的事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碰巧在路上遇到的，大昭寺他们一次一眼就认了出来。那丫鬟看诊竟要小厮亲自送，我有些怀疑，但不能确定。昨日听说四妹的婚事要定下了，我才让她自己去求证。你与四妹不对付，为何要帮她？二哥，我觉得你这个问题有些奇怪。她是我的家人啊，不论怎么样，总是要比外人亲的。我知道我是靠着祖母和二哥的庇护才能在这里生活。我在庄子上长大，没人教我大道理，但我知道做人是得学会感恩的。母亲爱四妹她的一时心情，母亲为何不喜欢我？我也是她的女儿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婉之，这伤是母亲打的吗？二哥向你保证，从今往后定不再让你受委屈。这个家有我在的一日就会护你一日，哪怕你不嫁也没关系，二哥养你。伺候的人呢？都上哪儿去了？小姐别急着起来，我替你揉揉先。得了，跪了不到半炷香，揉了这么半天，玫瑰麻都得揉麻了。你有没有良心？我是因为谁才挨的跪？你方才用这招让你哥心疼你，眼下又用这招让我内疚，骗子！也不能说骗，我只是把我受的委屈润化了一番，没哪句是无中生有的吧？我给你带了东西，哼，要不是兄长让我来，我才不乐意来呢。喂，于婉之，你腿是不是废了？我腿没废，但你那双眼睛要哭废了，真丑啊！你来找我不是专程来吵架的吧？有事说事。是我的丫鬟没和母亲说清楚，我罚她了，挨了板子，眼下不能来。但你的丫鬟也不该对母亲动手。你到底是来做什么的？感谢道歉还是指责？都有。哦，知道了。既然都说完了，回去吧。三姐，你那个丫鬟呢？你问这干嘛？你把她借我，我要杀了那个负心汉。他呀，跑了，功夫那么好，早跑没影了。那你让他回来。兄长已经和母亲谈过，此事原也是母亲先挑起的，你丫鬟的事不再追究。还有，你今早没去给祖母请安，祖母问起来了，这事儿没瞒过祖母，祖母把母亲和父亲都训斥了一顿，说他们不分青红皂白。你告诉川莲，让他请镖局的人盯着徐府，这事儿还没完。我花了你那么多银子，我先说好，这钱我可还不上。我利用你，也为你善后，这事两清。我猜到了，你这人倒是实在，都不编个理由骗我。这些天我想了又想，你说我是该恨你，还是该感激你？那你是如何想的？起先恨你，后来想想，还是该谢你。杨顺那个黑心肝的，等我好了，绝不放过他。小姐，今日是镖局传信回来的日子，我先送您回去，回头再去一趟镖局。今日眼皮总跳，心慌的厉害，像是有事要发生。小姐在此稍后，这里不让马车停留，我得将车赶到后面去。我先进去，你稍后再来便是。信州父母2个月前就搬走了，去哪儿了？没人知道。哭了。雪迷了眼。走吧，我送你回去。生辰贺礼。真好看，多谢你。不必客气。于景安说他早就过了生辰，为何他自己认定生辰是今日？沈让臣，不如我们化干戈为玉帛吧。
又不想杀我了？早就说过不是真的想要杀你，是你不信。当时我就是顺着楼梯那么一说而已。你这张嘴吐出来的话，又能有几分真假？还说不想杀我？不如你先看看我这簪子的势头呢。瞧，我真有杀心的话，方才就不会收着力道留余地。你本就杀不了我，可我本来也没打算针刺，谁知道你反应这么大，下手还这么重。牙尖嘴利，再看我就讹你了。看在你今日送我回来的份上，这次就算了，不然讹到你倾家荡产。那怕是难了。这么看着我做什么？这么有钱，那我退婚是不是该多要点？10万8万两不过分吧？银子给你，你也未必会收。给你指条路，有个人正愁银子送不出去。谁？楚明细。快把地笼烧上，这回指定不是着凉。谁在偷偷骂我？此话怎讲？他坏了你的名声，担心你杀了他，整日坐立难安。前几日想给你哥塞银子赔罪，把人袖子都撕烂了。还有这事儿？他惜命，成日粘得我有些烦了。三小姐行行好，去替我解决掉他。好说，好处呢？你收银子，他放宽心，两全其美。这倒是个不错的买卖。快到了，你是下车自己走回去，还是送你到门口？送到门口。不避嫌了？我名声都这样了，怕什么？倒是二公子被人看见，他们该说你对我余情未了。国公夫人主动上门退婚，二公子转头巴巴的把人送回家，看来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谪仙，终究是动了凡心。一只簪子就差点乱了心神。于婉之，你真没出息。二公子的东西值钱。公子，晚上吃个涮锅吧，吃点热乎的，冻死我了。绕回去，去之前于三小姐上车的地方。好嘞。算了，回府。唉，反反复复，公子这心情比这天还多变。饭菜在桌上，先不吃。宋青石的鹿角点我找到了。当真？这么大雪还出城？见谁？我可以说，但咱们得先把条件讲了。若我猜的没错，和你师兄有关吧？我想把我师兄的遗骨拿回来。可以，我尽力。还有其他条件的，对吧？有，不过不算是条件。我想查我师兄的案子，但此事说来话长，先和你说姓宋的事。在哪儿？汴京城外西南50里有个村子。你想听些什么？我直接告诉你好不好？小姐饶命，我再也不敢了。不敢？我看你胆子大得很嘛。这些日子我倒是忘了处置你。你踢翻过我的饭碗，泼过我冷水，大冷天让我跪雪地里，该结账。是夫人让我这么做的。我母亲。是夫人让我盯着小姐，她说你是妖物，占了小姐的身子。从小姐醒来开始，夫人就说你已经不是小姐了。为什么林氏这么确定从前的于婉之已经死了？除非她亲眼看见于婉之死在她面前。这戏越来越精彩了，他还做了些什么？一并说了吧。不如这样，我今日饶了你，好让你说话痛快些。好，我说，夫人说你是妖物，找道士求了符，我趁小姐外出的时候放在了床褥下面。小姐，床板上还有，贴了好多。他是得有多蠢才会用这样的东西？别的事呢？还有吗？没有了，别的没有了。你真要放过他？那是自然。别动。不撕吗？留着，我还有用。菜凉了，拿去热一热。那个姓宋的，他在那宅子里养了个女人。什么样的女人？你看见了吗？那里守卫比宋府还严。那女人早上送他出门时看见的，人倒长得是挺漂亮。喂，你能不能说说，这么费尽心思的查他，到底是为什么？他杀了他的夫人。他杀了他的夫人，关你什么事儿？他的名字我不喜欢。这理由也太荒唐了。你吃完还睡觉吗？你是想亲自去看看？
吃完饭，我们出城。有劳。师傅已恭候多时，施主请随我来。公子，我能不能去后山涧的温泉里泡一泡了？既白施主自行去便是，小僧便不为你引路了。好说好说，不劳烦师傅了。沈大人，徐大人客气了。听说沈大人也在查那个案子。郭自贤在朝中关系盘根错节，单凭半册账本还动不了他，所以我们才需要沈大人秀柱。我要诛郭家是为私仇，我们各有所求，也算殊途同归。我听到件新鲜事，想说与大人听。什么事？近来宋青石与郭自贤走得近，有人曾在深夜看到宋青石从郭家出来。这倒不算是什么新鲜事。听说郭自贤想将他的女儿许配给宋青石。郭自贤舍得将他女儿嫁给他？郭自贤妾室众多，拉拢一个宋青石，这不亏。我背你。那里就是那个女人的卧房，宋青石昨夜就是在那儿过的夜。我忽然觉得我们像是来捉奸的。那女人你认识？怎么会是这样？怎么会是这样？怎么回事？冷静些，于婉之，那到底是谁？那是我。是你的什么人？是我非常熟悉的人。小姐，这怎么了？那是我，那是我！出发，要快！挖人坟墓不太好吧？你想好了吗？挖坟这种事真的太缺德了，还是我来吧，等你铲到明年去。你真要看？你干什么？我得看看是不是他。为什么？彩萍，她是我妹妹啊！你明明知道的，你为什么要杀了彩萍？我今日没带纸钱，改日再来给你烧。待我事了，我就来接你，我们一起回家。赶不及在城门关闭前入城了。公子要入城，难道他们还敢拦不成？我们今夜不入城。公子，前面几里地有个废弃的土地庙，咱们去那儿躲一躲吧。公子，是于府的马车，就醉霄楼那晚三小姐乘的那个。有人在吗？我们赶不上进城，想借个地儿歇一歇。你们是谁？哼，我家公子是国公府二公子，宜妃娘娘的亲弟，皇上的小舅子，天师之徒，詹氏府詹氏。这么多人住不下。两位请进。三小姐，真巧呀，咱们还真是有缘。是阴魂不散吧？公子，公子，他们的鞋上都蹭了泥。公子，我想不蹭，去吧。舒服了，走开。小妾，你这边暖和些。公子，马车上有铁锹和锄头，而且楼梯身上有斧器，他们该不会是杀了人，偷偷拉到城外去埋了吧？你声音还能再大声些？你这么好奇，不如我来告诉你，我们去挖了个坟。你们将冷风带进来了，害我着了风寒。既然三小姐身体不适，不如我给三小姐把个脉吧。把脉不必了，害我着了风寒，银子就不用你们赔了。倒是有件事想麻烦二公子。好说，什么事？我想请你帮忙找一下楼七师兄的骸骨。于我而言，这倒不是什么难事。你怕是早就料到了今日，借此来谈条件吧？三小姐高看我，
那你准备用什么来做交换？那二公子想要什么？我想要的你怕是没有，不如先欠了。成交。他在发热，是发热了，只是眼下没法进城看大夫。婉之，婉之，去看看他，这身体得好好养养才行。你到底会不会看？脉搏虚微急促，内寒外热，他身子骨太虚了。我有办法给他降温。哎，你想害死他？他身体不行，你这样抱他出去降温，等会儿外寒内热全凉透了。要，我说了不用。他等不到天亮，你想让他烧成傻子，还是赌这粒药有毒？小姐她身子骨一直不好，庄子上那些年都是这么熬过来的。季白，哎，出去打。坏女人！自己手下留情，居然对我下死手！关门。好好的千金小姐，身子骨虚成这样，余家连个女儿都不会养吗？那她从前都是怎么过的？说是小姐，过得还不如丫鬟。她的皮肤白，都是被关出来的。为什么关她？庄子上有些不怀好意的人，看小姐状态不好，就生了歪心思。坠云不敢让小姐出去，只好把她关起来。她记得那些事吗？小姐醒来之后，好像不太记得庄子上那些事了。坠云说，不记得也好。你服不服？手断了，关门不会。人醒了，坠云，热药去。我怎么回来的？沈二公子大张旗鼓半夜让人开城门送你回来的，感动不感动？以沈让臣的身份，昨夜没进城，一定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，打着送我回来的幌子，方便他自己。你这是什么表情？没什么，就是觉得你分析的挺好，虽然全错。哪里错了？昨晚你兄长亲眼看着沈让臣抱着你回来的，你说这是不是冤？孽缘！小姐，不喝药怎么行？到了吧，生龙活虎的，下一步棋就没法走了。你想把你那个母亲踢下水？我睡一会儿，等我醒了再说。身体感觉如何了？好多了，祖母腿脚不好，二哥劝她别来看我了。父亲来过了吗？父亲忙，母亲也在病中需人照料，我没事的。你与沈让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昨日并非与他邀约，只是在城外巧遇罢了。他跟我说，不知道的以为三小姐不是亲生的，偌大一个余府，连个姑娘都养不好，不如换别人来养。他这么说的话，你俩退个屁的婚！他说话一向不中听，二哥不必放在心上。我真是越来越看不懂你俩了。许少爷那边我跟他谈过了，他死不承认，还把那个丫鬟打发出了府。你不是请人盯着许家吗？许少言干的事，怎么不直接跟你哥说？他太心软，说了作用也不大。那你管这闲事做什么？于锦堂又不领你的情。见负心汉过得舒坦了，我就不舒坦。我师兄的事，我现在可以告诉你，我师兄是被诬陷的，他帮一个叫张茂生的人带东西进京，办册账本，还没送到，人就被刑部抓了。账本呢，他藏起来了，没来得及告诉我，但我知道不在汴京。那沈让臣要的就是那半册账本。
之前一直以为他要毁灭证据，但你说的对，他要是想毁证据，杀了我就是。所以他不算是你的敌人，至少目前不是。那你呢？你信他？我信我的判断，沈让尘每一步都有目的，但目前为止，他暂时还没有妨碍到我。那个女人是谁？是从前的于婉之吗？夫人身子骨康健，至于滑胎，单凭诊脉无法确诊。大人，我保证那药绝对没问题，那药只会令人假死片刻。夫人的确醒过来了呀。他会想起来吗？大人是指夫人吵着要见大人，说了根本没用，夫人又砸了不少东西。让他砸吧，砸吧。大人，郭大人近日盯得紧，近日还是不要出城了。若是让人发现夫人还活着，知道了。小姐，药又凉了。小姐，您想什么呢？先把药喝了吧。我是在赌他会派人跟着楼七，赌他不会趁着楼七出城对他动手，也赌他不想让我死。你把药放下，安排川莲把信送给沈让尘。他在信里说了什么？只说了楼七明日出城，没说别的。三小姐还病着，听说越病越重，于府正到处请大夫。我听说三小姐的病一直没好，我那方子绝对没问题，指不定是于府有人动了手脚。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你要议亲了？你该不会对男人？是给于三小姐看的呢。公子说，沈儿，你还当上媒婆了？你认真的？随便看看而已。这个不错，他爹是国子监祭角，这个也好，翰林院。你觉得好，给你。你这挑法，挑到明年也挑不出一个来。我倒有个人选，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对了，淮安王的小儿子今晚在金水河设宴，让我来请你。陆灵九，他还没回淮安，说是看中了个姑娘叫倪蝶，非要把人娶回去才肯走。宁季啊，这就要走了。是，我不找他就找你。让臣性子冷，不爱与人结交，京中朋友也没几个，就属你关系最好了。是。他最近跟于家那姑娘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真不知道？那我明日只好去问问你母亲了。别，夫人您去一回，我母亲就比我像一回亲。那你说说，让臣跟于家那姑娘到底有没有戏？没有，千真万确。我方才去找她，她正张罗着给于三小姐挑夫婿呢。夫人，要进去看昆仑公子吗？他说在给那姑娘挑夫婿，那孩子啊，他自己还没想明白呢。开年是不是又要选秀了？往宫里传个信，告诉明义我有事要找他帮忙。听说令妹的病还没好，沈大人这是何意？方子绝对没有问题，你有没有想过是被人动了手脚？少爷，婉之醒了，用了半碗粥又睡了。你也去看看婉之吧，一家人没有隔夜仇。前次的事，婉之也和我说过，她不计较。她将你视作母亲，你也别太生分了。母亲，那我去了。祖母，今日上朝，同僚提醒我，婉之的病或许不是偶然。你心里有怀疑的人吗？无论事实如何，祖母不会偏帮任何人。你祖母让我来看看你。正好，我也有一些事
想问问母亲。你们先下去吧，有些事不好当他们的面说，也算是给母亲留些颜面。我一直在想，母亲为何如此厌恶我？我曾以为是因为我痴傻，后来发现不是，你是只喜欢自己的孩子。你究竟想说什么？你笑什么？笑自己自以为算无极策，却还是漏掉了一点，也笑你做事次次都不够干脆，才让于婉之苟延残喘活到了现在。你到底什么意思？母亲用符纸给我铺的这张床，我甚是喜欢，那香灰闻着也还不错。你知道？当然知道，否则怎么扮演一个乖女儿，让母亲以为自己的计划已经得逞了呢？床底下也有，母亲慢慢撕，实在不行，我让人进来帮你。是你害我，你这妖物，你是故意的！母亲，我是你母亲，你不信我，却去信她，她根本不是你妹妹，她就是个妖怪！来人，送夫人回房，天冷，别让她到处跑了。二哥，我娘是谁？也别管你娘是谁，你就是我于景安的妹妹，旁的什么也不是。早些睡，记得把药喝了，之后的药不会有问题了。事情都办完了，小姐为什么还是不高兴？兴许是因为二哥觉得有些对不住她。小姐平日里那样聪明通透，怎么真遇上事儿又把自己搅进去了？谁待你好，你还给谁；谁待你不好也一样。你说的对，二哥待我好，我加倍待他好便是。去睡吧，待我养养身子，过几日去见林氏，我还有些话没问清楚。真讽刺，前几日还是我躺在榻上，母亲来看我，如今倒是换了个位置。你来干什么？来笑话我的？单是笑话，还不足以让我走这一趟。我知道你想听什么。你的生母是个便宜货，说你是我们于家的女儿，恐怕她连自己怀的是谁的野种都不知道。你身上流着她的血，就不该活到现在。母亲，你是不是忘了，我不是于婉之啊？你怎么会天真到以为我当真在乎是谁生了这具身体？你怕我，你怕我是对的。我一直在想，为何你如此笃定我不是于婉之？真正的于婉之早就死在了你的手上。你有证据吗？你好端端站在这儿，没人会相信你。我不需要任何人相信，我只需要自己活得清醒。不然，这些都是你的推测，不是真的。他说不是真的，你说呢？你想不想知道真正的于婉在哪儿？他日日都趴在你背上陪着你呢。不看了，我不想杀你的，我原本没想杀你，是你太聪明了，你为什么不个傻子？母亲一直扒自己的肩膀做什么？你肩上有什么东西吗？掉下假山你不死，在庄子上你也不死，你这妖女，我要杀了你！不够，于婉之疯了10几年，这笔账我要让她加倍还。人都平安的消息送过去了。是，不过没见着三小姐，倒是听到个消息，于夫人疯了，被送去了庄子上。回来路上碰见许家母子去于府了。不用说了，你如今嘴怎么和祭白一样碎？不是公子您让我盯着于家吗？这就是于家的事儿。小姐不注意，等你老了就知道难受了。我现在就难受。三小姐，不好了！许夫人和许家公子上门来了，四小姐正闹着要去厨房拿刀砍死他。老爷少爷都不在，老夫人年纪大了受不得寒，夫人又将人安排在偏厅，挂上帘子，我去见客。让2个姑娘来见客，家中长辈都不出面，不合规矩。不过早晚是一家人，倒是不用计较这些了。夫人这话我倒听不明白了。咱们2家虽说相识，但也断然没到亲如一家的地步。三姑娘这是说的哪里话？于夫人去庄子养病之前就差人带过信，只等挑个好日子商议3书6礼。这事儿想必三姑娘不知道吧？这事儿我清楚，只是有些事想必夫人不大清楚。婉之在此先恭喜夫人了。恭喜我做什么？
难不成是……许公子是有福之人，尚未娶妻就已有了长子，夫人要做祖母了。胡说！你一个姑娘家，说话当思虑三分，怎能信口胡来？这不是信口胡诌，许公子心里最清楚不过。三小姐，那丫鬟确实是胡说的，我身边的丫鬟都还没有配小厮，何来有孕一说？那丫头亲口所言，许公子又如何解释？锦堂妹妹万般好，我又怎会看上个丫鬟？既然许公子说那丫头是胡说的，那这事儿就好办了。他以下犯上，挑拨离间，我必然不会放过他。他欺我妹妹年幼单纯，拿话诓骗于她，还搬弄是非，我断然不会放过他。原先还担心他肚子里是许公子的孩子，既然不是，我随意处置便是。三姑娘，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那丫头运气不好，在城外一个村子被我的人发现了，叫什么来着？万家村。没错，就是万家村。那三姑娘打算如何处置她？自然是先要了她肚子里的那个野种，再一通乱棍打死。虽说只是个丫鬟，可好歹是2条命，就当是积德行善了。三小姐动辄棒杀，未免让人说心狠。人善被人欺，夫人还是太过善良了。此事就不劳夫人费心，我自会处置。来人，送客。等等，三小姐，春儿并非是于府的丫鬟，即便是她犯了错，也不该由三小姐处置。三小姐要是不交人，那就只能报官了。报啊，现在就报。那丫鬟是我府上的人，三小姐抓了我的人，总该有个说法。你说的是谁？我没见过这个人啊。你方才明明说……我说过吗？我怎么不记得了？一屋子人都听见了，你赶紧把人叫出来。我倒是记得，夫人和公子之前说已经将他赶了出去，怎么眼下又成你府上的人了？我实话与三小姐说了吧，那丫鬟腹中的孩子是我的。我妹妹我自个儿欺负的，旁人却欺负不得。二位将她的脸面放在地上踩，这事又该怎么算呢？少爷在此给三小姐、四小姐赔罪了，望二位小姐海涵。那就这样吧，舍妹说算了，那此事就作罢。送客。那人呢？人在哪儿？你们自己回万家村瞧瞧，不就知道了。你诈我！许公子往后若想再在一亲，最好先把家里的事料理干净。你刚才说的那些话，是不是也有一半是说给我听的？你听出来了？方才谁来过？回三小姐，是少夫人。嫂子月份大了，出来走动得小心。这院子没扫干净，若是摔了人，你担得起。母亲不在，你们别以为家中无人管事就懈怠，这家有人管。来，坐。你二哥不让我做这些，说伤眼睛，但孩子贴身的衣物，我还是想自己做。你看见院子了吧？我嫁到余家5年了，嫁给你哥的第1年，我就有了身孕，在那个冬天摔没了。你哥虽然不说什么，但我知道他心里难受。这几年一直没有身孕，我也难受，后来就不爱出门了。不说这些了，昨日的事我和你哥说了。你不要怪我。不会。你知道你哥说什么吗？他说你打小就聪明，许家遇上你是他们活该，说你做得好。婉之，那个院子还是头一回贵制成这样，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。你想的总比旁人多，你待我们的好，我们都看得见。这个家以后就交给你了，我们都放心。自家人，嫂子，有些话不必说，我不爱管家，以后这些就归你了。小姐，外面都在传许家想骗婚，骗个夫人回去帮他们养孽种，还说许夫人是恶婆婆，许公子行为不检。还有呢，还说老夫人被气得卧床不起，小姐也被气晕了，四小姐也病得不轻。三姐，你尝尝这个，可甜了。于锦堂，你幼不幼稚？我是怕你在家闷坏了。小姐，少夫人说年后郭尚书家的宴席，让您挑几件用。胡绸送回去。首饰挑2件中规中矩的留下，
其余的也送回去。那少夫人那边怎么说？别说是我绣的，就说里头的药材是我装的，给嫂子挂在床头安神用。二公子，真巧。三小姐近来很忙吧？先将你母亲送去别庄，又着手收拾许家，忙坏了吧？我没听错吧？这口气不像是寒暄。你没听错，自然不是寒暄。三小姐好手段，处理家事竟将我也算进去了。这话我实在听不懂。我那方子，还有我对于景安的提醒，替你省了不少事吧？原来是这样，那就多谢二公子成全。你不反驳？我为何要反驳？你心中早有答案，又何必来问我？是什么样的仇和恨，值得你拿命去搏？我们是什么样的关系，能让你这样质问我？借过。沈让尘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我也不清楚。你问我是什么仇怨，我告诉你，他推我下假山，害我疯傻了10几年。你说这仇我该不该报？你为何如此笃定我会替你保密？你方才问我为何笃定你会替我保密，因为你我已经是一条船上的人了。山路湿滑，路上当心。你的丫鬟呢？我让她自己去玩了，约了山门口见。今日胆风不在，这么盯着我做什么？我在想，你方才为什么要说那些话？分明是你没事找事，一见面就嘲讽我。我只是想告诉你，报仇的方式有很多种，你那样聪慧，有100种能让自己全身而退的方法。你太高看我了，我与你不同，我无权无势，为这一身血肉尚可一搏，没有什么全身而退，要么我赢，要么一起死。兜猫，若有需要帮忙的地方，让人传个信，我们是盟友。今日怎么晚了这么久？一位香客崴了脚，我送他下山。正好，你帮我看看这局棋。是自小在庄子上养大的。三姑娘，今日于四姑娘怎么没来？舍妹身体不适，在家歇息。被退婚还打上门去，这种事我可做不出来。得亏二公子脾气好，不跟他计较。三姑娘前头被退婚，四姑娘后脚又退，这头起的可不好。也不能说起头，小侯爷夫人不就起了个好头吗？小侯爷一表人才，夫妻恩爱，多少姑娘羡慕呢。诸位夫人小姐稍坐，昭仁公主驾到，我得去迎一迎。公主这边请。今日是郭老夫人寿辰，本宫同诸位一样前来贺寿，大家切我拘束。那是余家三姑娘，生的倒是不错。婉之不敢当，都入席吧。你去看看南边那头在闹什么。说前几日大昭寺进香，二公子送了一位姑娘下山，好多人都看见了。没错，只是那姑娘戴着兜帽。听说那日公主正好也去了大昭寺，会不会是？回公主夫人，那头少爷缠着二公子要墨宝，正闹腾呢。那二公子给了吗？给是给了，但是得提少爷当下做的诗。子敬肚子里那3两墨水，他写的诗哪配让二公子提？要我一首诗给污了，你说这墨宝我是挂还是不挂？子敬，你挑错了，琴棋书画挑了个二公子最拿手的，你挑琴呀，
咱们还没见过二公子抚琴呢。琴我是一窍不通，二公子哪日得空，咱们下盘棋。好说。你又挑错了，他最擅长的可是棋，连大昭寺的既然大师也难敌，是吧，九儿？我怎么知道呢，继儿？这什么破名儿？他欺负你兄弟，爱称呀。这兄弟我也并没有想要。二公子轻识善棋，二公子替我好生杀杀他的锐气。才疏学浅，不敢称擅长。说起棋艺，嫂夫人巾帼不让须眉，与青石对弈丝毫不落下风。哼，当真有这般棋艺？绝无半句虚言。青石和嫂夫人对弈时，我还有幸看过几场。可惜啊，可惜宋夫人去得早。这样说来，倒是叫我妹妹捡了个便宜。我忽然想件事来，已故的嫂夫人名叫江婉之，于三小姐名叫于婉之，只是姓氏之差，却是天差地别。只可惜嫂夫人英年早逝，有的人顶着同样的名字，干的却是言行粗鄙，如泼妇骂街之事。于三姑娘已有20了吧？不挑不拣，倒也不用担心嫁不出去。那于三小姐我倒是没见过，不知道生的有多不错。细柳腰，狐狸眼，一副狐妹子相，看人勾着呢。我是和她妹妹一亲，她那样看我，倒叫我不懂是什么意思了。该不会是你和于家的婚事吹了，故意在背后编排人吧？人家能看得上你？配谁不是配？兴许只要是个男人就行。那我也……我来告诉你他配不配。我来告诉你他配不配。我说配，他便配。我说你不配，那你就连他的名字也不配提。哎呀，有人落水了，怎么掉下去的？快去把人捞起来呀！惊扰公主御驾。无妨。哎，奇怪，刚才我明明看见了。也不知道那边怎么闹得这样厉害。我看那情形，似乎是那人惹二公子动了怒。不该吧？二公爷性情淡远，怎会动这样大的怒？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是许大人说了些难听的话，惹怒了二公子。二公子一怒之下，将人踹进了湖里。许少言说了些什么话，竟惹得他如此生气？是说了在场一位小姐的坏话。怎么会动这样大？说的该不会是我吧？是谁？就奇怪了。支支吾吾做什么？有事就说。起因是许大人一边捧宋夫人，一边踩于三小姐，说于三小姐是个男人都行。二公子当时就动了怒，将许大人一脚踹进了湖里。二公子还说什么了？二公子将人踹下去之后，对许大人说：“我来告诉你他配不配。”我说配，他便配。还未散席，于小姐怎么就不见了？回公主，于三小姐肚子不适，去宫房了。公主请用茶。二公子从前和于三小姐有过婚约，他当众贬低于三小姐，岂不是连带着二公子也一同贬低了吗？今日扫了诸位大人的兴致，这一杯算是给诸位大人赔罪，今日便不多留了，改日再登门谢罪。哪里，沈大人少年义气，叫我们这些老东西羡慕得很。郭老太君的寿宴也敢闹，我倒觉得他能屈能伸，敢当众甩脸，也能当众赔罪。詹司这个位置，等闲人可做不得，那是被架在火上烤，这就是难办的地方。他往后的日子不好过。你等等，你躲什么？方才忘了东西要回去拿，还请公子让个路。公子这是什么意思？你是于家三小姐，怎么却姓倪？改日我得问问你爹于大人，怎么给你起了倪蝶这么个名字？我自己给自己起的，我给自己起个小名也不算什么吧。你少来诓我，你那是骂我，但我听不出来。那日公子唐突掀了我的帘子，若公子觉得还不解气，那我在此给您赔个不是。我其实也没生气，没有和你计较的意思。那就多谢公子宽宏大量，告辞。哎，你为何在此？醒酒，外面太吵了。脚好了？已经好了。今日借着我耍够了威风，手段真不赖。什么意思？昭仁公主对你有意，幸好我跑得快。这话不能乱说。整个汴京城的贵女圈都知道，唯你不知。我如何能知道？如果是真的呢？如果是真的，我会处理，不会给你惹上麻烦。那我就走。嘘。二公子，你怎么在这里？醒酒。你有没有看见什么人进来？有，你。我前些日子街上碰见个姑娘，我还怪稀罕的。今日才得知她和你定过亲，
我就是和你说一声，眼下亲已经退了，那我可就不客气了。怎么个不客气？我的意思是你退了亲，那我就上门提亲去，回头别伤了咱们的和气。若是成了，我肯定得谢谢你退婚，到时候成亲肯定得给你发帖子，让你做上锁。嘿嘿，那我走了啊，你慢慢醒酒。人走了，出来吧。季白和楼七快回京了，顺利吗？不算顺利，但人还平安。我们不会成为敌人。万一会呢？若是敌人，楼七的师兄早就招了，又何必绕那么大弯子？对了，还有一事。什么？这件事算我欠你一次，你可以找我还。你方才说这件事算你欠我一次。那你记着，往后有你还的时候。出去往左走，陆凌酒走的右。听说你近日又出城去看亡妻，让大人费心了。你惦记亡妻，可见你是个有情人。若真是个无情无义之类，我倒不放心把小女交给你。但有情归有情，孰轻孰重，你应当分明。大人教训的是，年后开印，你等着升迁的调令吧。我资历尚浅，恐怕不能服众。今日督察院的人一个都没来。徐泽安心高气傲，不屑与我为伍，但他们参动我了吗？不要管什么资历，当你坐上了那个位置，没人会管你资历够不够，他们只会想着怎么把你挤下去。事到如今，你可悔可恨。你来了，过来。我们有家吗？有。那我为什么不能和你回家？等事情办完，我就来接你。这是什么？是之前公子让收集的汴京未婚年轻男子的画像，年前看过一批，这是第二批。拿走吧，都扔了，用不上。全部？都扔了，用不上。这是什么？公子要的？用不上了。我让你办的事儿，办得如何了？都盯着呢。府上近来没什么新鲜事儿，不过前几日听老夫人提了一回，像是要办喜事了。小姐，这是带回去，混在宋老夫人房中的灯油里。你帮谁说话呢？银子换骨，他不亏。他跟我要3成，3成！你知道永宁街那家店我偷了多少银子吗？你坏了人家名声，未出阁女子最重名声，那是银子能衡量的？他明明跟我一样中彩。你自己想想为什么？3成，你答应了。我能不答应吗？我不答应，他能想办法弄死我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心里偷偷骂我。
大哥，接个火。自便。多谢大哥。那个女人有问题。那个男的手上全是茧，不是普通赶路的，先赶路，别节外生枝。起来，跟我走。我不跟你走，我要回北京，我要回去找他。他让我带你走，咱们都听他的，行不行？我不信，你放开我！你可想好了，是咱们的闲事，你也要管。他都说了不跟你走了，你怎么还缠着不放？唉，都说不管闲事，你非要管。我见不了略脉，你放了他，我放你走。我不是人牙子，我是受他丈夫之托，带他去寻亲。两位别多管闲事。你回头看看，他像是去寻亲的样子吗？我无从解释，但我不能放人，除非两位从我尸体上踩过去。你行不行啊，楼七？我都困了。少说风凉话！叫你多管闲事。你是汴京人士？是，我要回汴京。去干什么？找我夫君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江婉之。你叫什么？别害怕，就是觉得你名字挺好听。你要回汴京？到了汴京，我们送你去哪儿？宋府，吏部侍郎宋清时宋大人的府上。你是他什么人？我是他的夫人。什么事儿？季白的飞鸽传书，说路上一切顺利。另有情况，事关宋清时，没细说。宋家近来有什么动静？听说宋清时到处在找大夫，宋母病重，此时还惊动了郭自祥。郭自贤是该心急，他费心铺路。宋清时年后刚被破格提拔为吏部侍郎，若此刻宋母暴毙，宋清时丁忧去职3年，回来哪里还有他的位置？公子，宋母年纪不大，怎么会在宋清时刚升任时病重？郭自贤爪牙多，树敌也不少。他的手伸得太长，有人想砍断也正常。回信给季白，让他把情况弄清楚再回来。宋家的事也让人盯着。还有，那个女人，不要让她落到郭自贤的人手里。